不过我们最后要来看一下，就是呢，在东中的情势啊，还是要来稍微的了解一下。以色列说他们又击毙了一位哈马斯的领袖，拜登很开心的出来讲说，这真的是美好的一天。我不知道他这一句话都很开心啊。对。好，然后呢，美国也给了以色列，但是拜登其实对于加萨走廊还要不断的强调说，我有人道关注哦。他给了以色列最后通牒30天，这30天什么意思呢？刚好拖过美国总统大选，表示说我对你强硬，但是这个强硬最后会不会执行，反正选后了，已经跟选举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了。但是呢，现在呢，美国媒体 CNN 报道说，他们得到的情资，以色列已经准备好要去攻击伊朗，然后报复伊朗。那么，而且时间点可能选在10月5号美国总统大选之前。但是除了伊朗的情势之外，加萨的情势之外，还有一个就是黎巴嫩的情势，而且黎巴嫩的情势看起来是以色列跟联合国之间的冲突，因为联黎部队现在呢不断的遭遇到以色列是蓄意的直接的攻击，虽然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，但是已经其实有一些损害的一个情况，就是包括了一些碉堡啦、一些情势上面的一些损害，所以联合国说这地方可能会成为灾难性的地区冲突。那在这个情况之下，欧洲是有点站不住了哈，所以呢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他直接宣布说，他即将要访问黎巴嫩。所以你把以色列的几面作战当中，加萨是一块，伊朗是一块。伊朗我觉得他会轻轻放下，那加萨他还在加强的追紧。然后呢，黎巴嫩的情势现在可能是最出现变化的地方，要如何看待？我们都各1分钟。就是这个哈马斯的这个领袖辛瓦尔，这个应该是确认他被就是这个炮击死亡哈。这个是个重要的关键，因为他的确是去年10月7号发动的那个军事领袖，在哈瓦尼被就是以色列在德黑兰暗杀之后呢，他也是政治上的领袖。那现在他死亡就代表这整个事情是不是应该告一个段落？但完全不是。我们看到，就是连内塔尼亚胡跟他的几个部长，还有内阁里面成员说，战争会继续打下去。我讲的是加沙战争哦。那但是现在战争根本对以色列人已经完全转移到就是黎巴嫩去了。对，其实那才是重心。对伊朗的话呢，他大概觉得目前的重心是黎巴嫩，是黎南，是贝鲁特，是真主党，所以他已经放出话说，大概会报复，可能不会，但不会打核设施或者是石油设施。伊朗也在开始做一些回避的这个动作，所以可能会像是这个4月份一样相互打一波。那不过呢，我觉得接下来重点就是在黎南，在黎巴嫩。那 PKO 就是维持和平部队，就等于是这个站在第一线。40国家说我们绝对不退可是他们只有小武器，很难做真正的自保。那因此，我觉得意大利的这个总理梅洛尼去黎巴嫩在这个时间点是很正确的，就表示说，你觉得会有国际扩散的政治效应吗？很难，我跟你讲很难。可是呢，至少表示说，欧洲国家就觉得说，你至少在动这个 PKO 的这个身上，不要过于就是造成伤亡。中国大陆都有410人呢，在前天以色列一枚炸弹炸到这个它的相关的设施，造成它水管的破裂，可是距离那个房舍也不过是几公尺之远，所以如果不小心你造成 PKO 的这个死亡，这个事情可能就会被迫的联合国会介入，但美国不会让联合国介入，所以我觉得以色列会继续扩大。那加沙这个情况现在死了多少人？现在死亡了，来到了43165人，但是辛瓦尔的死亡只不过就是这个恐攻的报复结束，可是对于加沙的战争并不会停止。好，所以郑亮，其实以色列的这场战争，加萨的部分不会停止，伊朗的部分点到为止，但是黎巴嫩的部分其实才刚刚开始。不，以色列这场战争，你最好把它理解为第2次独立战争啊，它在领土扩张啊，真正的底气是这个了啊。那它的屯垦区的已经产生了极右政党啊，那他们已经结合了一些 Rabbi。说要搬进 Gaza City， 所以北加萨是一定要清空的啦。目前那边还有30万人。那以色列本来下了最后通牒，说过了这个时间我就不再发食物跟水。那拜登
当然在选前不能看到你执行嘛，所以这个部分有可能缓一下了，因为他本来也没有说1个月就要执行完毕了，可是他一定会做了，所以选完了就一定会一定做，就是而拜登也无可奈何，就是加沙 City 变成犹太人屯垦者居住的地方，然后又比照约旦河西岸搞种族隔离治理了，对，要分成 A、B、C 3个区这样，然后在加沙 City 外面就再搞一个缓冲区，他都是这样干的啦，黎兰也是。那黎兰他现在也是要把人家赶走，那已经赶走了20万人了。事实上，黎兰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啊，他在抢水资源啊。那当然是因为那个黎巴嫩是中东地区很少见的一块雨量充沛的地方，所以特别美丽。对，所以他以前叫小巴黎嘛啊，贝鲁特。那条河流啊，最长的那条亚塔尼河啊。占了黎巴嫩30%的水源，所以以色列就是要打到那里了。那我认为这个也不可能放弃的。那你维和部队在，那我就绕过你嘛，我就不管你这样。希望把你赶走。事实上当然是了，他希望他走掉了。可是联合国维和部队会就范吗？现在是40个国家一起来对。联合国部队没有交战能力了，对，他跟武警差不多而已。但问题是以色列真的要造成伤亡吗？联合国部队本来已经有印尼跟爱尔兰各有1个人受伤了嘛，那根本不管你了。那马克龙呢也是打空气啦。照理讲，黎巴嫩呢本来的殖民母国是法国嘛，你法国不然你派军队去啊，派重兵去，你敢吗？结果马克龙只在那边叫一下，说我们要反对，再继续提供以色列武器，你管得了美国吗？我说法国了，所以你法国你自己做动作嘛，你派重兵进去嘛，那最后会变成联合国维和部队撤退吗？不会走啦，可是没有用嘛，他就绕过你嘛，因为他也不是整块黎南都是维和部队，就1万多人而已啊，对啊，对不对？那他是在分一些点嘛，他不是整块啊，他是聚集点人比较多的地方，一块一块清空。然后他的重兵就开始驻守，他一开始一定是一个先军事化占领的过程，然后渐渐的他的屯垦区的人再进来，北加沙就是这样嘛，就同一个模式了。好，所以这个是100%的领土扩张计划，而且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的时候，就有一些国父们认为那条河就是自然国界。好，所以香龙。现在以色列的这一个扩张也是要打到河跟海为止，加萨的部分是到海为止，然后黎巴嫩的部分是到河为止。像在联立部队尴尬的就是说是美国啦、法国啦、英国这些国家，因为当初联立部队是在这3个国家力推的情况之下派驻的。虽然那是40几年前的事情，就知道就是此一时彼一时。在当时呢，当时的苏联是投弃权票。中国是根本没有进场投票，跟现在的国际气氛是非常不一样。所以现在美国、法国这些国家来讲，就是这部队是你派的，当初的案子是你们推的，今天你要撤也讲不过去。所以面对以色列对联立部队的挑衅呢，这些国家就变得非常的尴尬。刚刚有名提到辛瓦尔，我也同意，就是说因为就算辛瓦尔被杀了，你想他接替哈尼亚也不过就是8月之后的事而已，到现在为止呢3个月的时间他被杀了，可是辛瓦尔对哈马斯的士气，我在观察会有什么影响？因为辛瓦尔是道地的加萨人，他是在加萨难民营里面长大的。他的成长经验跟我们都很像。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讲到，他用联合国的就是说提供他们的那个面粉袋的那个袋子，妈妈帮他们做衣服。他用面粉袋。我们小时候呢，我们都用过那个面粉袋做内裤。辛瓦尔是这样长大的，他在难民营里面长大。他是一个被以色列关过22年的人，他的青春都在以色列的牢里面待过的，因为他杀了2个以色列人。所以他是在以色列牢里面待过，到30岁的时候，30岁当他那时候他出来，他2011年出来了之后，2011年关出来了之后呢，他才结婚。
那结婚生了3个小孩，他本来不想结婚的。大家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都不结婚？”因为对于穆斯林来讲，男人不结婚很怪嘛。他就讲说呢：“我为什么要结婚呢？哈马斯呢是我太太，加萨是我的孩子，我就是属于哈马斯的。”他是一个哈马斯体系里面的武装斗争派的代表性的人物，所以不小心杀到辛瓦尔。今天不管是拜登或者以色列，绝对非常高兴，因为连以色列都已经讲了，如果那个是辛瓦尔，那真是捡到的，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辛瓦尔在那个地方，是不小心杀到的。好吧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就是这个事件发生了之后，对哈马斯后续的影响还有待观察，因为他确实是哈马斯里面经常冲锋陷阵在第一线的。他第一次曝光的时候呢，就是在2018年，就是哈马斯呢对以色列的边境发动攻击的时候被拍到了，他们指挥他冲啊，要杀进以色列。他从那个时候呢开始被注意到，他平常几乎是不曝光的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大家在关注的就是包括伊朗、包括中东，因为美国选举还有2个多礼拜嘛，大家都说呢，以色列可能会配合呢美国的选举去帮着谁造势，会发动攻击，会不会打伊朗？伊朗在担心的倒不是美国大选，我认为中东国家或者伊朗最需要担心的是，当今年的金砖峰会在开的时候，中东的大国的领袖全部都过去了，中东的大国领袖都不在家哦。金砖峰会开会的时候，伊朗、沙特，然后阿联酋、埃及这几个中东大国领袖都不在家。伊朗在那时候要动手是有潜力的，就像纳坦雅胡呢到联合国呢一边讲话的时候呢，一边呢就动手了。所以他很可能又干这种事。你以为呢应该没有事的时候，他就动手。那是下礼拜。所以我觉得下礼拜是高度值得关注的，因为对于美国来讲，或者对以色列来讲，他们也在关注。美国关注是今年的金砖呢，对于去美元化会不会有一个明确方案？因为看起来俄罗斯推得很积极。而以色列在关注的是中东的这些大国第一次以正式成员参加金砖，他们会如何去谈中东？这个大概是以色列会关心的，所以下个礼拜我觉得就很值得看。好，所以再一次的预告，就金砖峰会呢，这一次其实它是有很多的面向是可以去观察的，我们会持续为大家追踪。要非常谢谢 TT 的抖内，然后也要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，不要忘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风向龙凤配，我们下个礼拜再见，拜拜，雅虎。